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加藤俊德博士所著的《让您自然而然瘦下来的减肥脑》这本书。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变瘦、更健康，甚至逆龄生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断阅读各种减肥书籍，查阅网络上的信息，尝试各种方法。然而，很多人最终都难以坚持，反复尝试却屡屡失败，甚至会自责我怎么这么没用。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出在减肥方法本身，也不是因为您的意志力不够强，而是您的大脑在决定你能否成功减肥，以及能否长期坚持下去。换句话说，无法坚持减肥或容易反弹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大脑的运作方式。只有先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改变自己。如果您的大脑处于肥胖模式，很可能是因为大脑的节奏失调。在今天的视频和书籍中，我们将探讨如何改善这种节奏障碍，并将您的大脑转变为减肥大脑，让您轻松瘦下来。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为什么您坚持不了减肥？根本原因是大脑的节奏失衡。第二，轻松获得减肥脑的秘密方法。这2点都非常重要，建议您一定要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无法坚持减肥的真正原因，大脑的节奏紊乱。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变胖？深夜总是忍不住吃夜宵，明明不饿，却习惯性吃零食。每次减肥都坚持不过3天，明知道要吃到7分饱，却停不下来。这些行为的本质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但它们并非依靠意志力就能轻易改变，因为生活习惯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大脑的节奏决定的。大脑的节奏由清醒和休息交替进行，当这种节奏紊乱时，身体的各种机能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大脑进入肥胖模式，让人更容易长胖，更难减肥。那么，大脑的节奏障碍是如何产生的呢？本书认为，暴饮暴食、缺乏运动、睡眠不足是3大主要原因。如果你想真正瘦下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善这3个问题。一般的减肥方法可能短期内有效，但如果您的大脑仍然是肥胖模式，即使成功减肥，也很容易复胖。比如，当您明知吃这个会发胖，却还是忍不住吃，这是因为大脑无法正确判断，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最终养成了不良习惯，导致体重不断上升。到这里，您应该已经理解了肥胖大脑的影响。如果您总是减肥失败，不是您的错，而是您的大脑节奏出了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肥胖大脑转变成减肥大脑。好消息，大脑可以改变。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器官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衰退，但大脑是唯一一个可以终生成长的器官。也就是说，无论您现在多少岁，您的大脑模式都可以被改变。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如何具体操作，让大脑从肥胖模式转变为减肥模式。但在此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大脑的基本结构，这将帮助您更高效地进行调整。大脑由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这些神经细胞相互作用，控制着我们的饮食习惯、运动意愿和自我控制能力。掌握大脑运作的原理，就能更轻松地掌控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瘦下来。具有相似功能的细胞会聚集在同一位置，例如，就像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专门销售不同类型的商品一样。比如，这一片区域是餐具店，而那一片区域是鞋店。基于这一概念，作者将大脑比作一座城市，并为不同的功能区域标注了地址。这就是脑区域这一概念。只要掌握这一概念，您就可以直观地想象自己当前正在作用于哪个脑区域，并且更容易感受到减肥的效果。因此，建议您在这里大致理解这一点。大脑的功能区域，脑区域可以分为以下8类：一、思考系脑区域，负责思考、想象和决策，是大脑的指挥塔，决定事物的是或否。2、运动系脑区域，负责身体运动，在大脑中最早发育。3、情绪系脑区域，
负责接收他人的情绪，并产生自己的喜怒哀乐。4记忆系脑区域负责存储和运用新信息，同时也是最容易老化的区域。5视觉系脑区域负责将眼睛看到的信息传递给大脑。6理解系脑区域负责整理多个信息，并引导大脑理解。7听觉系脑区域负责接收耳朵听到的信息。8传达系脑区域负责将想法传达给自己和他人，是沟通的关键。理解这些脑区域的大致功能即可，无需全部记住。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脑的功能是按照不同区域分布的。例如，减肥脑的核心调整大脑节奏的功能，就由思考系脑区域负责。因此，如果思考系脑区域没有良好运作，减肥就会变得困难。换句话说，想要成功减肥，就需要锻炼思考系脑区域，让大脑节奏变得规律，这样才能自然地进入易瘦体质。然而，导致减肥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因此，除了锻炼思考系脑区域，还需要同时提升其他脑区域的功能。例如，嘴巴寂寞总想吃东西，这时运动系脑区域在影响您的行为，并不饿，但看到美食就想吃，这与视觉系脑区域相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减肥，说明理解系脑区域较为薄弱。首先要分析自己减肥失败的原因究竟出在哪个脑区域，然后针对性的进行锻炼。事实上，肥胖脑并非所有脑区域都退化，而是部分脑区域较为迟钝。只要找到自己薄弱的脑区域并加以训练，就能摆脱肥胖脑，让自己自然变成减肥脑。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3个对减肥影响最大且许多人较为衰退的脑区域：思考系脑区域、运动系脑区域、情绪系脑区域。我们将分别探讨它们衰退后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地锻炼它们。请根据自身情况，看看哪个脑区域可能较为薄弱，并尝试运用接下来的方法来训练，让您的大脑从肥胖脑变成减肥脑。接下来是第2部分，轻松获得减肥脑的秘密方法。我们将深入讲解如何训练思考系脑区域、运动系脑区域和情绪系脑区域，帮助您真正掌握科学减肥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思考系脑区域。思考系脑区域是大脑的指挥塔，负责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如果这一脑区域衰退，您可能会出现即使已经吃饱了，也停不下筷子的情况。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明明已经吃得很饱了，却还是忍不住继续吃。这正是思考系脑区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表现。如果您本身不太容易感到饱腹感，那么您的思考型脑区域可能已经衰退了。而思考型脑区域衰退的人通常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缺乏决断力，容易犹豫不决。当您外出就餐时，能马上决定想吃的东西吗？还是常常犹豫不决？又或者，明明打算点低碳水的食物，但看到菜单后却忍不住选择了高碳水的餐点？如果是这样，您的思考型脑区域可能已经变得薄弱了。此外，这类人因为意志力较弱，很难摆脱不良习惯。例如，您下定决心从今天起吃低碳水的面包，但最终还是习惯性的选择了甜面包。这种情况下，您的思考型脑区域已经无法有效控制您的行为。那么，为什么您的思考型脑区域会变弱呢？其实，同一个人，在某些时候意志力很强，而在某些时候则会变得薄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承受过多的烦恼。当一个人有太多烦恼时，每个烦恼都会消耗部分意志力，导致用于自我控制的意志力不足。例如，即使你有想要减肥的目标，但如果还被夫妻关系、孩子的问题、经济压力等困扰，您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专注在减肥上。当然说减少烦恼很容易，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如果烦恼能轻易解决，就不算烦恼了。那么，除了直接解决烦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来锻炼意志力，强化思考型脑区域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要介绍3个能锻炼思考型脑区域的规则。规则1：避免做可能导致发胖的事情。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诱惑，
我们可以设定一些简单的规矩，不要在晚上去超市或便利店，不要在办公桌旁放零食。为什么这样做能够强化思考醒脑区域呢？因为习惯性去便利店买零食，或是一边工作一边吃零食的人，突然改变这个习惯时，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如果你每天都坚持不去便利店，就相当于每天都在锻炼您的意志力和思考醒脑区域。换句话说，那些现在容易受到诱惑的人，正是锻炼意志力的最佳时机。您的成长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先从这些简单的规则开始执行吧。规则2：创造不能吃东西的情境。如果您是那种一旦打开零食袋就停不下来的类型，那么可以尝试这些方法。在吃完前，把一部分分给别人，将零食包装好放进冷冻库，增加食用的难度。事先控制食物的分量，避免暴饮暴食。完全不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当您打开零食袋后，也要有适可而止的策略，这样您就能在吃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自控力。规则3：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食物，并坚持10天不吃。刻意限制自己喜欢的食物，让大脑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控制自己，这样您的思考醒脑区域就会得到锻炼，逐渐变得更加强大。通过这些规则，您可以循序渐进地强化自己的思考醒脑区域，提升意志力，从而更好地控制饮食，避免不必要的增重。您可能会觉得要完全实践以上所有内容并不容易，但哪怕只尝试其中一项也是很好的开始。只要一步步去做，就能培养起新的习惯。请务必尝试看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运动系脑区域。这个脑区域掌管身体的运动，在培养减肥型大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你想更高效地培养减肥型大脑，一定要好好锻炼这个脑区域。那么，如果运动系脑区域退化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中一种表现就是身体不爱动，嘴巴却停不下来。运动系脑区域天生就希望让身体的某个部位保持活动。然而，像我们现在这样，由于居家时间变长，走路和跑步的机会大幅减少，下半身的活动量降低后，人体会自然地试图让上半身活动起来，有时是通过摆动肩膀或活动手指来弥补运动不足。但如果仍然不够，最终会变成嘴巴动个不停。那么，嘴巴肌肉的活动方式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就是吃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我们忍不住吃零食。很多人应该都深有体会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肚子饿才吃，而是因为运动不足，导致嘴巴肌肉想要活动，于是才会不由自主地进食。不仅如此，如果缺乏运动，位于下丘脑的饱腹中枢感知能力也会变迟钝。这意味着，无论吃多少都很难感到满足，甚至很难做到吃到8分饱就停下。另外，如果腹部脂肪过多，腹部的压力感知能力也会降低，导致饱腹感进一步变得不明显。最终，我们会对摄入食物的数量越来越不敏感，陷入持续发胖的恶性循环。很多人认为肥胖的原因是运动不足，但实际上，除了运动减少，嘴巴肌肉过度活动也是导致肥胖的关键因素之一。请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如何锻炼已经衰退的运动系脑区域呢？方法非常简单，只要运动就可以了。每天让身体活动起来，进行运动，就能消耗能量，同时强化运动系脑区。这样做有2个主要的好处：增加能量消耗，从而更容易瘦下来；提升思维的灵活度，更容易产生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不仅限于减肥型大脑，这一点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非常重要。比如，当您能不断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并有条理地进行切换时，您的切换能力就会得到提升。而切换能力对于减肥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技能。在正常通勤时，我们需要走路、上楼梯、去便利店等，这些都是在不断进行切换。但居家办公使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切换行为的频率大幅减少，
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转换状态，容易一直瘫在沙发上，或者不断的吃东西。运动细脑区域的衰退，最终会直接影响生活习惯。另外，如果你已经坚持运动，但身材和体重却没有变化，那可能是您的思考细脑区域疲劳了，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强调运动是锻炼运动型脑区域的最佳途径。然而，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运动麻烦，没有时间。即便如此，作者也介绍了一些可以轻松锻炼运动型脑区域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方法一：不吃东西，仅通过口部活动来锻炼。尽管通过身体运动来锻炼运动型脑区域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可以尝试使用口部进行运动。不过，关键在于不要进食，仅仅是让嘴巴活动。例如，在使用电脑工作时，可以尝试一边唱自己喜欢的歌一边工作，或者将正在输入的文字朗读出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事。实际上是同时进行两项任务，这不仅能锻炼思考型脑区域，还可以提升认知能力。方法二：用非惯用手进行日常操作。长期不使用的肌肉会逐渐退化，尤其是非惯用手，如果不主动锻炼，它的灵活性就会下降。而指挥肌肉运动的正是运动型脑区域，因此如果非惯用手长期不用，这个脑区也会逐渐退化。反之，刻意使用平时不用的肌肉，就能有效锻炼运动型脑区域。推荐的方法之一是用非惯用手拿筷子吃饭，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狼吞虎咽，还能让大脑更好地感知饱腹感，从而减少过量进食，同时达到锻炼运动型脑区域的效果。这些方法都很简单，大家不妨尝试一下，让大脑得到锻炼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情绪型脑区域。这个脑区负责管理喜怒哀乐，极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如果您最近总是烦恼不断，压力过大，那么很可能是情绪型脑区域正在退化。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呢？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觉得生活无聊，经常叹气，总感觉人生缺乏乐趣。如果日复一日的生活变得乏味，情绪起伏减少，那么情绪型脑区域就会迅速退化。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会通过进食来填补情感上的空缺。我们的大脑会试图用满足食欲来替代满足情绪需求，从而导致暴饮暴食。情绪低落时，我们为什么会暴饮暴食？当人感到沮丧或烦躁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吃东西，尽管实际上并不饿。这是因为进食可能暂时缓解紧张和压力。目前，关于暴饮暴食的脑科学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研究认为，这与通过进食来缓解紧张状态的机制有关。当人感到烦躁、愤怒或不安时，体内调节情绪的血清素分泌减少，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让人进入紧张状态。为了恢复身心平衡，大脑会寻求让自己放松的方法，而进食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的方式。当然，除了吃东西，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比如瑜伽、散步、听音乐、泡温泉等。然而，如果思考型脑区域较弱，我们的大脑可能无法冷静地判断吃多了会长胖，最终不自觉地选择最简单、最直接的快乐来源——进食，从而陷入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进食是一种主动行为，能够带来掌控感。当人们自主地做某件事时，往往会感到安心。然而，当自主性减少、压力增大时，大脑会本能地寻找能带来快感的行为，以填补情感空缺。吃东西正是其中最常见的选择。换句话说，当我们变得情绪化，快要失去冷静的自我时，大脑会试图通过吃来重新夺回自主权。这种重新夺回自主性的机制也会体现在购物等行为上。例如，有些人在看到贴有半价标签的熟食时，即使并不太想吃，或者明明家里已经有类似的食物，仍然会忍不住购买。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种行为的背后，同样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同时，这种冲动还受到害怕吃亏心理的影响。人类对于避免损失有着极其强烈的情绪，因此即使不需要，也会不断购买。这种行为本质上还是由于情绪控制不当导致的。不过，这种冲动消费可以通过锻炼情绪管理脑区域与理性思考脑区域来加以抑制。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锻炼情绪管理脑区域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控制自己情绪的意识，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低落，什么情况下情绪高涨，掌握自身的情绪节奏，就能更好地进行调节。此外，情绪也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比如下雨天容易让人感到忧郁。如果能意识到天气与自己情绪的关系，就能更客观看待自己的情绪变化。例如，今天情绪低落，是因为天气不好，从而更容易调整回中立的状态。通过这些方法，有意识地增加自己愉悦的时间，便能逐渐强化情绪管理脑区域。此外，一个具体且有效的方法是利用气味和音乐来刺激情绪管理脑区域。关于气味，感知气味的区域与大脑的情绪管理脑区域非常接近，因此气味对调整情绪极为有效。比如芳香疗法的原理就是通过气味影响情绪。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在家里点香薰不太方便，那么可以尝试增加咖啡或茶的种类，尤其是茶，它有各种不同的香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能让情绪平静的味道，并融入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夜晚，如果感到嘴巴寂寞想吃东西，不妨尝试泡一杯茶，利用香气满足大脑的感官需求，从而减少夜间进食的冲动。这样不仅能稳定思绪，还能更自然地做出今天该休息了的判断。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音乐的作用。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听到青春时期的歌曲时会感到怀念和温暖，听摇滚音乐时会变得兴奋，做家务更有干劲，听古典音乐则容易让人放松。因此，可以根据当下的状态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让音乐成为调节情绪的工具。不仅如此，如果在听音乐的同时配合简单的拉伸或整理房间，还能同时锻炼运动管理脑区域，达到双重效果。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此外，为了防止在情绪低落时失去自控力，建议制定情绪控制规则。例如，设定晚上8点后不再去购物或决定购买某样东西前，必须在卖场绕行2圈。这些规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情绪较弱时维持理性决策，从而减少冲动消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建议大家尝试。通过这样的训练，您的肥胖脑将逐渐转变为减肥脑，从而帮助您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